有时候你真不懂这政府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那效率实在太烂。这个事情发生多久了？这个油的事？对呀。说这个行政院发言人说，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小组今天进入中联查厂。你这么久，我们都想说原因何在？猜过来猜过去，猜过来猜过去，今天才进入中联查厂，这是再一次全面流程，预计1周内可以公布调查结果。那你2个礼拜、3个礼拜前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去查呢？为什么不能有所谓公正的第三方调查小组？都在那边猜那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卫福部长说，有可能是中联转购湿度高的巴西黄豆，这我们都知道。说巴西黄豆因为美国黄豆在这个时候不出产，它这种季节性嘛，所以只有买巴西黄豆那巴西黄豆说它的含水量是12.5%，比较高，含水多。那水多就要想办法把它减少水分，把它干燥。结果呢，干燥的时候中间可能因为你要加热嘛，可能有些就焦啦，有些不能用以前是0.5%，100颗只能有半颗有问题，超过就不合标准了。他把它放成，这很厉害，从0.5%一家伙就升到5%，你说0.5%放到0.8%，放到1%，马马虎虎一下就多了10倍。就1000颗原来只能，比如说有5颗，现在1000颗可以有50颗，那50颗中间有烧焦啦，有点糊啦等等，也许在制造的过程中还是猜的，就产生了苯醛比是猜的。另外呢，卫福部长说中间过程可能也有问题。然后之前还讲说那个样本可能有问题，那到底什么有问题呢？还是都有问题？到底怎么回事？说放宽黄豆的热损标准10倍了，中联自己干的啦，这很奇怪。照理讲，你像自主管理你怎么管呢？你一定有个标准，这个标准理论上应该主管单位应该要核准才对，否则你自己管你怎么管呢？对，你主管单位上级都不需要知道，你就自己爱放宽就放宽了。而出事再来追究，这也很简单。你要管些什么东西不知道那这个食药署长说，怀疑这是放宽10倍，所以造成苯醛比超标，还是在移。一般的移的多久？还在移那卫福部长说，自由过程也没有确实管制。你看，除了黄豆标准，过程也没确实管制所以到底搞错，就是说你黄豆就算超标了。就算糊的黄豆去做油了，那这些中间一定要检查嘛，因为你这个超标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也没管制，通通没有，那你完全放任不管了那黄国昌说他的消息呢，江志刚这个礼拜要下台礼拜5先让一个小官下台，看看能不能止怒，因为我讲过，民进党一定要想办法在725之前，就是蒋万安号召的群众上街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所以他昨天搞那个什么食安法修正等等，也就是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越搞补越动越大。你要做一些有效的事，老百姓看到说不用上街头也达到这个效果了。你现在不是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出一套办法来嘛。所以光叫黄国昌说光要这个江志刚下台也不够你觉得就可以吗？江志刚说乱讲，谁讲我礼拜5要下台？没有。那卫福人否认，没有人叫礼拜5下台所以不下台行政院说你们这是政治操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看一下，中联油品验出致癌物，至今污染原因不明。卫福部食药署20号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场调查。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之前业务单位就已在进行调查，也开过几次专家会议，初步发现中联2025年对于黄豆原料放宽了验收标准，制程管制也没有确实执行。我听说礼拜5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台中什么食安的官员还是什么？我听到的消息应该是食药署署长。食药署对一开始也是锁定他。食药署长江志刚一早全程陪石崇良备询，接下来就看饱不保得住乌纱帽。
我觉得本来江志刚可能要下台，被黄国昌一爆料，恐怕就是为了不要符合黄国昌所爆料的消息的正确性，一定会让他继续做下去啊。不过我觉得这些不管石崇良或江志刚啊，在过去都是大家都认为很好的一个学者或是医生啊，到民进党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走宗了。的确，我完全呼应赵道刚刚说，我也很惊讶，今天第三方台进去，然后来告诉我们可能的理由，而且还理由给我们一个数字叫做热损率允收标准，好吧，我们终于知道这个允收标准，然后呢，元凶找到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政府真是太离谱了。我还是不喜欢拿过去跟现在的做对簿，但是还是免不了。2014年你记不记得那3尊摆出来，蔡其昌、陈其迈跟叶宜津那个影片不断在广传，那时候他们讲的最正确的一句话就是3天之内中央政府要给我们答案，3天之内啊，现在多久了？你要不要同样这群人也再出来？这个以前你是要求3天，我们要求13天，好不好？也没有，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是疑似，而且讲出是不是元凶还不知道，还只是疑似。然后有元凶找出来之后，你该怎么办？然后呢，过去呢，大家不断的批评马英九的政府，然后呢，很重要的还不断的批评这个顶新，然后我们的地沟油，因为画面太震撼了。然后现在呢，你发现这一次同样发生这件事情，既然在批评地方政府，然后彼此互相在攻击，然后呢，对于这个中联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为止不像过去一样，我们都只是在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而且说实在的，就像大哥昨天所提到的，725之前你要做一些事，所以找大家来开个食安会议。但是呢，据说食安会议一走进去，资料满堆，都没有经过整理。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么多的资料，你叫我们怎么办？然后呢，大家6点多之后走后，这个青鸟就开始不断在放话，就说蒋万安跟卢秀燕都没有办法开完全程，你这些资料没有经过整理，你要好好讨论一个法规，连法务部都觉得有这件事吗？连一个法规都讨论到2个小时，所以表示。第一点，食安法从过去到现在已经11年，民进党执政11年的时间，你那时候碾压立法院，你是大多数的时候，你早就该来好好的把这个食安法里面的地方跟中央的权责，那是你们2014年让你们民进党在2016年可以上台最主要缘故，你不是要修食安法吗？修到现在没有。虽然这边没有的话，你拿你过去的事情再来跟这件事情来去对比，为什么你现在对于中央政府该做的作为，你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在地方，每个人问我说给你得看干嘛好？我讲有，因为你道歉表示你愿意反省，因为你道歉表示你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因为你道歉，你才知道你未来该做哪一些事情。所以道歉当然是有它的实质上的作用。所以呢，你要逼迫民进党政府面对这次的食安问题，你就只有725走上街头，那才有办法让他做一些新作为。这个行政院昨天的那个会议啊，真的是太傲慢、太糟糕的会。他摆明了就是说，我最大，你听话。前一天呢，紧急的通知，要6都的这个首长去开会。我们大家好歹，你紧急通知6都的首长去开会，你觉得应该是卓荣泰主持吧？至少，结果不是，走进去之后呢，是陈时中，然后呢，拿出来的那个呢。厚厚一叠，但是真正有用的呢，这么几张，连行政院内部的会议呢都没有讨论出来。我觉得这个行政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就是摆明的就是我老大。好，你们这些呢首长呢，你给我乖乖的。你们不要忘记，这些6都的这个首长，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民意基础，他们是民选的首长，你今天行政院长也不过就是因为赖清德当选了，任命你当行政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昨天开的那个会，是行政院政务委员，你应该是要开的是你内部的协调的会议吧？行政院不是说他们礼拜4行政院院会要通过这个食安法的修法，这是你们内部的会议啊！你把这些首长们找来开会干什么？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可笑的是说。好了，开了会之后呢，中场休息，然后呢去通知说待会呢这个院长要跟大家查叙，你什么意思啊？什么玩意儿啊？就说我真的觉得这个蒋万安跟这个卢秀燕已经很有风度了，很给面子了，已经很有风度了，还在那边跟你开2个小时的会，还在那边跟法务部在那边讲，就说什么什么备查核查。连陈其迈都觉得这些很多东西看不下去，对，那你这中央这样子搞，跟不该打给不戏啊？法务部那个对很多的条文都已经搞，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写？
还能跟你开2个小时的会，我真的觉得很有风度。要是我那半个小时之后，我看到你们是这样子搞的话，我就出来了，我就是把卢秀燕什么这些人，我们大家出来就开记者会，就是痛骂这个行政院太过分、太恶劣了。然后呢，刚才这个智恩呢已经告诉大家，仁至义尽，给你开了2个小时的会，然后出来我不参加你的查叙是怎样呢？然后青鸟还在那边轰什么啊，会都没有办法开完，我开完这个会是要干什么啊？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个725不上凯道就是被大家给瞧扁。所以说民众呢真的要上凯道，这样的这个政府呢，他不是不见黄河不掉泪，已经事情搞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还摆出一个这么傲慢的一个姿态，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院。赖清德政府呢又再一次创了一个纪录。不，本来呢，这个蒋万啊、卢秀燕要求的是开国安的食安会议，食安国安会议，那是要赖清德出来开的，那是全国的一个食安会议。那你现在昨天好把直辖市长搞来临时通知，每个人都忙得要死啊。对，临时通知来了，搞陈时中来开，陈时中来召开。哦，这很好笑嘛？你到底把这个定位成什么？昨天那个会根本只是说，行政院所有的法案在提到院会之前，它内部有一个审查会议，包括政务委员，大家来看各不同的部会，来看看这罚则，比如说罚则属于法务部管，法务部对这个罚则的权衡到底对不对？哦，等等，是这样子。你把直辖市长搞来，然后你搞了这样的会议，不笑死人吗？你这算什么东西呢？真的是一塌糊涂，简直是莫名其妙。哦，也许一般人不懂，像我们根本懂得立法整个程序的时候，行政院提个法案出来，他内部要先讨论嘛，内部决定以后才提到行政院院会，是这样子干的啊。对你不是啊，你把部会都找来，什么折腾人家、开人家玩笑嘛，然后什么6点说他请大家喝个茶，谁喝你那个茶？休息一下再回来。真的。民进党今天开中执会，赖清德讲话说，关于食安法，中央地方各有法定权责，朝野应该理性科学。那讲废话嘛，那昨天行政院召开食安会议，所以呢，陈其迈抱怨毒油案搞死地方每个都很紧张，一定看到市长说，这个我能不能吃啊，那个能不能吃啊？卢秀燕说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因为昨天拿出来法很粗糙了啊。那另外呢，所以卢秀燕很困扰，说卫福部端了很多东西出来，各部会没完全看过，就很多东西没有看呢。也许看过这没有看那部，那怎么讨论呢？你事先都没有给我们看呢。所以呢，媒体说法务部满头问号，法务部说我们没有满头问号，我们都赞成。他现在叫他讲什么？那另外呢，这个说卢秀燕讲完昨天去很错愕，因为修法急就章而且呢，这个中央推地方这些事都不谈所以呢，首长会议变成一个幕僚会，就是我讲的，本来昨天是一个幕僚会，你把首长搞来参加那么宝贵的时间，跟你搞这个东西所以蒋万安说行政院修法草率，而且呢，因为他这个先离席了嘛，他说我早约了韩国瑜要谈食安法而且他邀请韩国瑜这个25号去这个到凯道那另外呢，陈时中说现在因为结构改变，所以要沟通所以要跟他们沟通那另外呢，这个六都首长发言也没下文，也不管6都首长而且还帮抓法条的矛盾。6都首长昨天变成一个幕僚，就跟你讲这个法有问题啊，第7条讨论2个钟头啊，到底是报备核定这两个完全不同核定是要认真看叫核定，报备是给你根本就纯参了。对，而且这3都的首长都还是当过立法委员的，真的是搞什么鬼啊？把它当成立法院的这个不是民进党的县市，昨天17个召开。就呼吁要召开食安国事会，食安国事会就不是行政院长，是总统都要下来开了那现在呢，这个昨天这个会议呢，3大分歧，到底谁参加？你现在只要6都的直辖市，那其他的呢？另外呢，谁能够到中联去查厂？地方早就去查了，那中央昨天、今天才派人去查。然后呢，另外呢，合格流品到底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能不能重新上架，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另外呢，李明贤他说呢，陈时中在7月11号晚上，那时候已经爆发这油品的案子了，说还去跑酒摊，还喝酒了所以呢说
行政院这个螺丝掉满地，你做过卫福部长啊，对不对？而且你这政务委员呢，这里你应该这个抓紧这个时间呢。陈时中说吃饭用餐了，也没特别回应。我吃饭不能吃饭吗？好，我们看一下。用意是好的啦，可是中央并没有准备好，那包括他自己内部各部会之间意见都不一致，这个端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完全看过，那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一走出政院食安会议，台中市长卢秀燕跟台北市长蒋万安看来有点火气，因为会议大delay，就是因为卫福部临时端出修法新方向。行政院的条文版本确实还有很多需要再更细致的修正，先再一次的整合好。整个修法的期程上面才会更有效率，程序上面拖了很长。那我跟卢长其实后面其实已经都知道。卫福部临时端出很多东西来，那卫福部端出这些东西来，可能其他部会并不知道，所以包括今天法务部也有很多的疑问哈，也是头上冒很多的问号。今天又端出好多东西来，那跟原来又不太一样，所以叫我们临时坐在那边看，我们也很困扰。卢讲话说的虽然要政院内部先统整好意见，否则连内阁自己人都无飒飒。不过传出食安修法会议中提出最多意见的就是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讨论的关键点就是油的查验核定备查主责单位由谁负责。是讲意见没沟通，因为本来沟通的结果是要用向地方政府来被核可或备查，现在变对中央的一个核可。整场会议焦点放在食安法第7条监测计划要怎么分工。不过蒋万安会前质疑的重新上架准则，陈时中透露会中一字未提及。中央地方怎么样在一个数位治理上，资讯能够一个资讯的平台，大家共同了解，一起合作。院长的提醒，结构上是大家希望能够快。毕竟毒油风暴连环烧，中央地方若不上紧发条拼速度，就怕民怨反噬2026选战。好，韩国瑜因为蒋万安昨天去拜访韩国瑜了哈，蒋万有说嘛，他跟韩国瑜早约好了食安法的问题，而且邀请蒋万安7月25号上凯道哦。那蒋万安邀韩国瑜，韩国瑜说食安法排定为优先法案哦，会优先法案，而且呢，这个韩国瑜也同意答应要上凯道反毒油。卓荣泰问了说你总预算都没有审完，你上凯道干什么呢？又来了，这个。我还是呼应一下刚刚乃金姐所提到，我们看到这个政府的傲慢，而且是一个少数政府的执政傲慢，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到现在，那说真的，你整个事情的源头没有搞清楚，而且呢程序也不对啊。说真的，修法当然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了，过去10几年你不能不修，那你也执政这么久了却不修法，现在呢说真的，民众要的是真相。真相讲完之后，了解之后，我们应该讲的是政府的应对，不管是中央、地方该怎么去应付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应付完之后才是修法。就你现在急就想把大家都找来修法，而且就像刚刚赵哥提到的，如果说这是一个行政院的一个幕僚的会议的一个修法，你把6都市长找来，然后没找来的人再借由一些可能侧翼讲说，你看他不认真，他就是政治操作。说真的，何必呢？食安这个东西就是国安，大家关乎每天的民生的一个生活。民众很简单，要的只是一个真相。那说真的，就像我也呼吁刚刚志伟提到的，我们一直不想拿过去2014年我们的江宜樺院长对照现在的卓荣泰院长，他说我是来做专案报告，不是来做专案道歉的。你说这样的说法听得下去吗？所以你看赖政府一上台之后，所有的荒腔走板。风灾来了，告诉说这个你要自己上去修屋顶，政府帮不了你。然后呢，现在呢，食安来了，又告诉你说我又没逼你吃，你自己要吃的。说真的，人民还可以忍受这样的政府有多久哦？所以我说真的，地方政府大家都很谨慎，也很紧张，民众也会来问。就像思璇提到的，好在现在是暑假，没有营养午餐啊，要不然现在可能地方政府更忙碌啊。所有的教育局的官员、第一线的行政人员该怎么办？说真的。千疮百孔，千头万绪，还是拜托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赶快醒醒吧。梅嘉宇，这个反毒油，我想全台湾大家都反毒油，没有人不反的，大家都不想吃到致癌的油。那人民要的是什么？是赶快解决问题哦，不管是就法令面、制度面、系统面哦，长期以来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现在的这个法令制度底下，为什么厂商还能够自主检验？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稽查如何去落实？稽查员是不够，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所以昨天这个陈时中所召开的这个县市
市首长的会议，就是希望大家把地方政府遇到的问题，中央也能够协助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对策嘛。那修法当然也是其中一环。那地方政府首长有备而来，像蒋万安他觉得说我们要一起上凯道，可是在这之前，地方政府有什么样的诉求，或是你认为现在法令制度面地方政府需要什么协助，也可以在会议中提出来，而且应该要知道说，既然要找这个中央地方大家有这个机会一起来讨论，赶快把资料一起准备好，让这个会议更有意义的进行。那陈时中过去也是卫福部长，所以他对于这些食安等等这些问题，他也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层级的问题，而是说他是真的了解这个整个运作，而要去解决问题的。现在又是政务委员，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的就是赶快把问题厘清，赶快解决问题。那现在所诉求的上凯道，上完凯道之后又如何呢？因为大家知道说反毒油，大家知道要解决问题，问题就是说蓝白如果能够合作，能够提出更好的修法，或者找出现在制度面政府还没有发现的，然后去提出来，然后希望政府解决。如果政府还是不解决或是不处理，你才有这个诉求。可是现在蓝白的诉求又是什么呢？这是大家要问的。世轩，嘉义委员说上完凯道又如何？如果在野党上完凯道，所有的人民的怒吼完，民进党还是无能，还是不作为，我们还真的不能如何，这就是最可悲的现在的地方哦。第二个，这个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整个时间序哦。上个礼拜卓荣泰说什么？他说我们会1周内完成调查报告，在礼拜一的时候清楚跟国人说明，是这个礼拜一，也就是前天。前天一路等到了傍晚，卓荣泰没有出来说明，只有到了傍晚，卫福部发一些简单的新闻稿。那到今天，我们又看到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说，我们会1周内完成调查报告，跟国人报告。请问你的1周到底是几天？你的1周是14天，还是24天，还是30天？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已经完全荒腔走板了。卓荣泰讲的，你一个阁揆讲说，我1周内完成调查报告，跟国人报告，这个东西可以当作没发生，然后整个行政院静悄悄，然后到今天已经礼拜3了，国人还是一无所知。第二个，现在整个民进党的操作方法就是，台中你是中联的负责，你就是要负责这件事情。地方政府的稽查，我给大家一个数据：2025年我们6都地方政府针对食品的稽查数，新北市89000多件。你知道6都倒数第2是谁吗？是台南。倒数第1是谁吗？是高雄。这些话怎么不讲啊？这些你不知道地方政府的稽查数吗？这就是数据，这就是告诉你到底哪一个县市做的比较多，哪个县市做的比较少。但是讲回来，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事件，在2024年，今天我也看到资讯，台中市政府那时候卢秀燕市长召开一个中部的8县市联合会议，讨论的议题是什么？他们讨论的议题是说，希望可以研议这个业者委外的检验单位，如果说他有检验到不合格的东西，检验单位要有责任去通报中央主管机关，要不然现在业者如果他不通报，你拿他没辙。在2024年的时候就开了这个8个县市的联合会议，当时候卫福部的意见是什么？3个字：再研议。如果当时候有做这件事情，有做这个修法，今天会发生这件事情吗？这是很清楚的嘛。所以我觉得在野党或者是卢秀燕、蒋万安市长、地方政府把话讲清楚，人民是有脑子的。那对于我来讲，他们这次昨天开的这个会议，我可能是比较简单粗暴了。就我看根本是鸿门宴，民进党就是设一个局嘛，看看蒋万安或卢秀燕进来会不会受到伤害。结果没想到这2个人准备充足，出来把话讲清楚。大家民众看完这个整个新闻露出之后，也觉得说，这个你怎么会找首长去坐在那边开会讨论这个？你们行政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内部定调，再送到立法院来？这才是正常的程序。不，基本上当然有人讲了哦，说什么法案啊什么都可以，立法院就修了嘛。但问题是你卓荣泰前2天才讲啊，说我们要看看这个法，否则的话进不了行政院啊。你大法官呐，对，你可以决定这个法到底有没有违宪呐？你是什么？对不对？你现在对立法院好不容易3读通过的法，不附属、不公告、不执行，3不啊，有史以来有中华民国有宪政的没有这样子干的，没有这样，连川普都不敢这样子。川普你看国会通过案子，国会说你1-2，这个法院说1-2不行，那国会说不行，他说改成3-1，他也不能硬干呐。对，他还是要看看国会，气归气啊。那你现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不道歉、不负责、不下台，又是3不，新3不，你这样搞，那怎么办呢？所以群众只好上街头啊，让你
而且在凯道前面，在总统府前面，让你听，最好赖清德也能够去听听看民众的声音，听听看群众到底怎么样。哦，那另外当然就是为了这个彻底啊，因为蒋万平常是温良恭俭让的啊，这次突然发起这个活动，而且呢还跑到这个立法院邀这个韩国瑜上街头哈，所以明天我们晚上本节目战情是8到9点专访蒋万安市长，让他清清楚楚讲他为什么要号召群众上凯道，然后他的目的何在，用意何在，结果到底会怎样？休息再回来。好，国防有一个案子啊 ，RDX 炸药标案了啊。那说这种很强的炸药哈，因为呢，这个原来装潢公司叫福麦当然就被骂，说什么装潢公司去搞炸药呢？啊，但是现在拿不到输出许可，所以输出许可这是跟印度买，拿不到印度的输出许可，所以呢被解约了哦。那国防部说，要不然就是追加哦，或是年度预算全部改采自制。那不是说这个炸药只有3个国家做得出来，我们做不出来吗？那我们做得出来，当时为什么要外购呢？我们兵工厂那么多啊，对不对？哦，说只有什么美国、中国、印度可以做得出来，其他做不出来。哦，那到底怎么回事？王宏威就说了，你们天天讲说我们蓝军呢不审国防预算啊，耽误你们国防，结果现在谁在都通过案子啊，通过了，弄个半天你买不到啊，到底怎么回事？哦，所以徐小新也说这是个闹剧，顾立雄别想全身而退哦。那国民党团也说，顾立雄翻车，因为呢，装修公司拿了炸药标案，没有办法履约。主要是你假如说你原来就是一个这个真正的武器公司也就罢了，或者做了很久，你原来也没搞过这东西，突然装修，然后又买不到，当然被人家拿出来笑嘛。买到也就算了嘛。啊，那顾立雄这个意思好像说没亏钱就没事，因为不但没亏钱，我们还罚他钱呢。所以监察院也说这不对，这不可以，你耽误了这个军事的时机很重要啊。那另外呢，这个。福麦了，这个福麦装修公司说我没违约啊，我没违约，是啊，你没违约，你就交了违约金啊啊。那另外呢，军方也生气哦，军方说为什么会破局，是因为呢马文君爆料说是印度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北京就可以施压印度，所以呢军方就说你等于告诉北京可以向谁施压，这也胡扯。如果这只有3个国家能做，那你是要跟谁施压呢？你这是什么压呢？哦，我们一想也知道是谁啊！哦，马文君说，而且可以向美国采购啊！你干嘛？国防部你印度买不到美国，美国不是要帮助你吗？美国不卖吗？你怎么知道美国不卖呢？所以你干嘛就骂我呢？哦，那另外呢，水啦，原来是一个水120块1瓶，现在呢被讲了以后降到35块啊！所以呢，马文君也说，你这个程序要查一下，不能说因为降价被骂以后降价就没事了嘛！哈。所以另外呢，联合报也说，监察院也提供了这个子弹，所以呢也升高了顾立雄道歉的压力，就说监察院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没错啊。当初我们一些蓝营委员，不管是王宏威、徐小新或是马文智，就对于这个福麦这个部分，这个装潢公司要能够达到这个 RDX 这样的炸药的等级，那时候就特别提出来了，然后提出非常多的质疑，说这样的一个项目不符。还记得这个顾立雄当初所讲的什么话？他说：“你只要资格符合，能够有履约的能力就可以，这个门槛就先通过。就事实上证明他完全没有履约的能力嘛。当初立委所质询的，现在一一兑现了，而且本来就是输出许可，那时候他们就认为你只要先通过了，然后你这个行政流程输出许可这个行动流程可以慢慢来补，可以慢慢来补，结果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拿得到。那如果拿不到的话，你会不会为什么不在第一关的时候当作是基本的门槛就把它拦下来呢？你耗费多少时间？你虽然说你让他付出了违约金，但是呢，我们国军所需要的这一批的大家的这个弹药，还是完全没有拿到啊。所以说，顾立雄在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全身而退呢？可是我现在看所有的网络就不断在造谣，就说那是因为他们在里面就开始先提出了这个印度这2个字，所以才会造成后面变成一个最大的破口。你不去讨论我们国军没有办法拿到这个高级的这个弹药，你不去质疑当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装潢公司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履约的一
一个条件的时候，你不去质疑这些，你反而不断在说蓝营是提出了一个破口。我觉得以这样子一个政治氛围，你真的觉得我们的国防的韧性真的有办法好好的维护吗？如果永远是在帮监督的时候，然后发现是执政党出了问题，执政党不道歉，然后反大倒一把，就说因为你们蓝营做了哪一些破口的事情，完全要跟中共来做靠拢。你说永远都是在我们监督国防的武器的过程当中，永远都要被他框上，你就是舔共，你就是要跟中共效忠。你觉得这样的部分里面，我们这样的问政的品质，我们就这样监督，未来你还期望会有更强大的一个力道吗？我真的觉得台湾真的很多的侧翼，很多的民进党支持真的是够了。你真的为台湾的国防好，你真的是为了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善用，让我们的国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备，你就放出真的多一点的逻辑的思考。对于顾立雄这样子的言辞，他必须要为当初他说只要资格符合拥有旅员条件、拥有许可，你就必须要好好的要求对这3项做出他最后的一个承诺，或是道歉，或是下台。中国、印度、美国说只有这3个国家能够做，那国防部为什么现在说不行？我们可以自治呢？哇，你就变成全世界第4个可以做的这个国家咯，中华民国了不起哦，自己做，这个做出来搞不好他们个外销呢，哦，而且假定说原来只有3个国家做，中国不可能卖给你嘛，对不对？那只是印度跟美国嘛，好不好？就算是这个印度现在不卖，可以像美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呢？美国不是对我们很好吗？美国不是需要我们买一些军备吗？那就跟美国买啊，乃金。我觉得民进党的这种手法哦，透过这个特定媒体，然后放话，然后又要再去栽这个马文君，就是因为他泄密哈，所以呢害得这个采购呢不成。这个是在大罢免的时候，他们就采取的这个手法，然后一直不断的呢去黑这个马文君，好，他去挡什么海鲲号，挡着军购什么，都是因为跟这个中国大陆唱和，我觉得非常的邪恶，而且非常的可恶，非常的糟糕哈。他说我插一句嘴，昨天立法委员问这个顾立雄说，海鲲号要交件了，顾立雄说没有期限，那拖到什么时候啊？对，而且大家没有注意到吗？那个卢秀燕呢，到美国去访问之后，然后呢，他这讲到这个美国的对于台湾的这个军购案的一些的想法啊，美方的要求之外，他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哦，他是觉得美国觉得台湾不要再造海鲲号了，好，就是海鲲号这个军舰案是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有关于海鲲号的这个部分埋在很多的这个新闻里面啊，因为我自己印象这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一天，卢秀燕呢接受这个访问《自由时报》见报的同一天，我们宣布，郑丽文我们要带团到这个访问团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说，其实这个海鲲就是美国向来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哈，因为美国现在已经不生产这个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了哈，所以说呢，台湾呢要这个造舰案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态度呢就变成是说，他也并没有反对啊，但是他也并没有积极的支持，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案子呢延宕到现在这个今天。当初呢，为了要让这个蔡英文在卸任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成绩单，所以呢，就是干下水，这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潜舰呢这样干下水。到目前为止，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只要第一艘的海鲲号呢能够建造成功哈，能够完成，都已经是阿弥陀佛的一件事情了。回过来再讲马文君这件事情，我觉得绿营这种手法呢太恶劣、太糟糕了。因为呢，当初呢，就像是刚才这个知恩委员呢提醒大家的。顾立雄他在被这个福麦，当时说，哎，你凭什么拿到这个约的时候，他说他是有能力的，哦，这个厂约，对他有能力，而且他有这个许可，有那个出口许可，哎，你现在搞了半天，他没有这个许可，哎，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输出许可，哎，而且这个案子是审计部，哎。是审计部觉得你太有问题了，所以审计部呢叫监察院要进行这个调查的。哎，是我们政府这个单位都看不下去这个案子，审计部，然后就要监察院出了这个报告，今天还用这样子的手法呢去黑这个马文君，我觉得这个国防部哦真的是很恶劣啊，就是放这个消息的非常的恶劣，而且顾立雄呢，你真的是愧为国防部部长，哎，你的任内。你所有的你好歹也是个大律师吧，哈，你这好歹也是个大律师，你在这个军事的采购的这个部分里面，
你讲的到底有没有凭着你的这个大律师的专业，还有这个国防部长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专业，你当初讲的话，今天到这个时候呢，被发现啪康了，出事了，你就拿出来另外一个说辞来去黑马文君委员，黑蓝营的委员，你好不好意思啊？去下再回来。简书培现在很有名，就是要资料哦。其他我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了，但是至少我知道印象很深，他要资料，市政府就说要资料，说呢公务员3天清查5年的用纸，说你们都说我用很多纸，来查查看，你们市政府到底这个用了多少纸？游淑慧就说这是扩权霸凌嘛，你这搞的什么东西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委员宏辉说，行政院要不要比照办理？我们立委这样跟行政院要，行政院会不会给啊？那另外呢，说市政府呢已经给的资料可以有100万张纸，简书培说已经电子化了，拿学校纸来印呢哦。那另外呢，被骂叫做所知的佛地魔哦。简书培说要监督假借所知浪费公帑，就你们都说我所知哦，花那么多纸，其实我有花那么多纸吗？所以我要查清楚，到底你们给这个印了多少张纸啊？说他因为要查5年的档案，而且逼3天就要交卷，所以呢，这个因为很多网友去骂他，他把留言锁住了，不给你们留哦，我不看，眼不见为净啊。那另外呢，高雄哇死这么多鱼，后劲溪哦，这陈其迈认定第2次发生了。环保局说，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呢水里溶氧，鱼在水里还是要养啊，溶氧缺氧了，所以死了哦。那白乔英也发了一个脸书啊，他说2天死了5000公斤的鱼。他说，2019年爱河当时呢捞起650公斤的鱼的尸体，民进党就骂韩国瑜，说呢光荣城市被烂鱼糟蹋，垃圾鱼进来搞死一堆鱼，就骂韩国瑜是垃圾鱼，把一堆鱼搞死了。最该死的那条鱼还在哦，不摆烂呢，鱼会有更多死鱼哦。换句话说呢，就当时就650公斤骂韩国瑜，现在5000公斤没事啊，就什么溶氧啊什么一堆哦。那高雄市呢说啊，再抓到5家业者哦，因为它附近有很多什么餐厅啊，各种这个商业行为等等，所以5家哦，一共周边有111家这个商家，但是5家有一部分呢是没有设有节油槽游到这个溪里面去的，有些呢是虽然有处理的设施，但是效能不好哦等等，限期改善，好像一语就带过了。我们看一下，议员所知。公开透明。民进党议会党团一字排开，喊话台北市政府绿营议员正式提案，要求建立所资公开平台。这样子的公开可以避免公务人员因为同样的所资疲于奔命。提案原因正是北市府最近和绿营议员针对合理所资这件事情掀起政治攻防，尤其市长蒋万安点名是所资佛地魔的简书培，又被爆料所资全府5年影印纸，包含规格、数量、金额，更注明紧急问政需求，限期3天内交出完整资料，遭指一对公务员下院报复。摊开资料，简书培所资111年到115年各年度市府单位学校的采购纸张规格、包箱数跟换算总张数跟采购金额，要求分列各机关学校资料，并提供全府的纸张合计数，更要求7月23号3天内限期缴交资料，而会突然所资影印纸数量传出，就是因为上周这段爆料，20万笔是用2个同事去专门在做的，这个纸本会超过100万张纸，所以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既然有人爆料我拿了一次送到我办公室100万张纸，那我当然想要知道台北市政府到底各个机关用了多少纸啊，用预算买了多少纸啊，这是不是该被监督？强调自己监督市府所资合情合理，但蓝营也批评是为了帮自己辩护，就动员整个市府帮忙清查，这不叫强力监督，而是扩权霸凌，借此达成反击蒋万安的目的。
宽阔的河面竟然布满密密麻麻的白点，靠近一看，才发现每个白点竟然都是死鱼，而且来到支流，鱼群暴毙的情况更加严重，也让人看了触目惊心。2、3天，它那个水坝那边就已经死鱼了，很臭啊，很臭。从几天前就开始有这个味道了。昨天。这起恐怖现象，这个周末假日就出现在高雄楠梓的后劲溪跟右昌大排。由于死鱼发出恶臭，也逼得当地里长急忙都要求助。那个死鱼的那个臭味真是有够臭了，每年都会发生，可是这次是大量的鱼类的暴毙哦，这不寻常啊。因此，19号白天，水利局也赶紧派人到场打捞，并在水面上设置拦截索，防止暴毙的鱼群到处扩散。的确，死鱼也蔓延到甚至整个后劲溪大面积都有。那目前水利局已经调派厂商以及准备竹筏要进行到河面去打捞。虽然初步怀疑是水中的含氧量太低导致鱼群暴毙，但由于出现的面积太大，而且还有扩散的痕迹，引发民众忧心。因此，环保局也特地派人到场采验，除了含氧量，是否有其他污染源导致鱼群暴毙，都要查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对，这个的确那个画面非常的一个震撼。不过你刚刚看到的是，因为市府已经花了2天的时间把这些5000公斤的鱼全部把它捞出来，所以你看起来还是，可是民众包括里长那时候就反映，就是说那个味道非常的臭，而且即使你全部把它捞出来，到底有没有残余的这个水源里面，会对于这个我们附近的民众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市府目前是说，其实根据他们的检测是没有的，但是你光是看到那个画面。真的还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又还是一个双标的一个标准了。不要忘记了，当初韩国瑜在2019年的时候，650公斤的时候就被，而且批评他的人现在都要选我们高雄的市议员，好不好？现在对于5000公斤多了几倍，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这不是很标准的一个双标吗？650公斤你骂了那么大声，而且一直骂2年，好不好？骂了2年，那现在呢，5000公斤你却是视而不见，而且还是你的选区。还是你的选区，所以你看嘛，所以他们就是因为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完全是根据你政党的倾向，所以就是完全是意识形态，没有这个是非。不过还是一句话啦，这因为大家都会关切这件事情，因为画面会说话，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上面。那今天又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只有热而已。如果说是热的话，那全台湾都这么热，那不是鱼都要死光了嘛？所以不应该只是这个理由。那当然还有一些污染源的问题。那目前就是说以后，因为它过去也常发生，不像这次那么大面积，我们就只要在这个上游的部分里面特别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系统。万一你的水的标准到了一个程度，马上就有那个警觉。号称智慧城市，就是有任何的 sensor， 只要发生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可以要求环保局不断来去做额外的一个处理嘛。那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未来可能还会发生，那我们就看看怎么样让它降低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是因为溶氧量过低，那就是你的水质是有问题的嘛。对啊。对，那水质有问题，一方面就是污染嘛，另外一种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进来，比如说油啊、毒品啊，这个到这个水里面去了，让鱼死了，就是2种可能。所以你看多么可怕，触目惊心，死成这个样子，真的太可怕了哈。南金，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又跟油有关，就是台中市政府呢又公布了最新一批，里面包括呢那个米其林餐厅。梅子活海鲜，还有我才刚刚去，就是那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的 VVG Theater 的 cafe 好样咖啡，还有那个十香瓦城101香菜什么都在这上面哎，所以也是用那个油，对，就是有这个有需要这个都是在这个油，对，它的油里面就是第3层的这个下游业者名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这个食药署跟我们讲说，是因为黄豆好，然后那个什么热损率，好像听到，真没有回答大家的疑惑啊。就然后呢，他从2025年的时候就放宽了那个热损率，然后只有这一批吗？然后你确定吗？你确定是因为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产生的这个油吗？然后你现在在回答什么问题都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你就说可以重新上架了。我说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啊？就这样的一个政府呢，不会做事，只会算计，只会权力斗争，你怎么会让民众放心呢？梁家宇，
这个所资本来就是议员监督市政的一个职权哦，所以简舒培他其实他非常认真，那只是说因为跟这个蒋万安在攻防的时候，蒋万安说了他一句这个所资佛地魔，然后说他是所资王，所资第一名，那所以两个之间呢就开始这个难分难舍，那尤其是又有公务员爆料说简舒培所资了100万张纸，那简舒培当然不甘被贴上这个标签哦，所以他想要证明说。我就没有拿到这么多纸啊！现在都电子公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纸？他的原意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今天也要求，就是说把这个所资的平台能够公开，让大家知道说哪些议员所资的什么，全部都公开透明接受检验哦。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从柯文哲市长任内，其实就有所资电子化跟这个公文的平台。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对公务员来讲，确实啦，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资的内容让他能够有适度的时间跟比较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去做合理的讨论的。不就是我问政，我要质询，我会要提案，我需要的资料我跟你要，而不要这漫天要了一大堆这个毫无章法的要，搞得公务员不堪负荷，这就不必的了。来，世璇，这个我们新北市。至少就我的了解了，一般议员在所知都是针对他的质询需求。比如说，我今天要质询为什么这鱼会死，那我可能会针对环保局、卫生局相关的局处特定的资料去做调查，不会这样子大量的所知。但是我觉得简舒培这整趴事情下来，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蒋万安市长讲述说他助理被警察开单，他去所知这个派出所，这根本就是报复行为嘛，这个就不能够被接受，滥用职权。来文杰。就是我觉得所资本就是议员他问政需要上他的一个作为啊，但是就是说还是必须要理性问政，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这两个议题呢，第一个鱼的这个死掉也是嘛，你韩国瑜那时候鱼有死650斤，你就说他这个应该要怎么样下台，那这个时候5000斤就没事，所以我觉得理性问政包含着所资，不管是在任何议题上，我们都应该要标准一致，理性问。